这个本地 AI 工具有点离谱，它能实时语音对话。Hello， 你能帮我做什么？你好，我可以帮你回答问题，提供信息，安排日程，还能声音克隆。大家好呀，要站在光里，不要光站在那里。不仅能生成 AI 音乐，还能换词翻唱。打工有苦有甜，魔芋分开两边，都为魔。这一整套服务全都跑在这台8G 显存的笔记本上，不用云端语音平台，不需要联网语音服务。这个工具叫 Audio CPP， 你可以把它理解成音乐领域的 Llama CPP。它想解决的不是某一个语音功能，而是把本地音频模型统一到同一套运行方式里。以前我们想在本地部署语音模型，经常是一个模型一套环境。我自己这台机器上就装过声音克隆、长文本合成、AI 翻唱、实时语音好几套环境，每一套都有不同的 Python 版本、不同的 CUDA 依赖。最后不是模型跑不动，是环境先把人劝退了。Audio CPP 解决的就是这个问题，它把 TTS、ASR、音乐生成、声音转换都接近同一个后台，通过界面可以随时切换模型，就像你用 Ollama 在本地跑大语言模型一样。Audio CPP 能让你更简单的在本地跑各种语音模型。我这次演示的大部分核心功能 8G 显存就能跑起来，有些小模型甚至不需要显卡，用 CPU 也能运行。它现在已经接入的模型家族有21个可以直接下载使用，还有一批在测试当中。统一底座带来的另一个直接好处是运行效率更高，这是官方在 RTX 5090上的速度对比。大部分模型在 Audio CPP 下运行，比他们用自己的推理框架快了1到3倍，有的甚至快了8到10倍。我也在本地用 RTX 4060做了测试，拿微软开源的 Vibe Voice 对比，用官方自己的程序合成1万字的小说朗读，耗时110分钟，而同样的文本拿到 Audio CPP 下合成，仅用了29分钟，只有原来的1/4。除了速度，这期还有我最想让你看的，它把一堆分散的语音能力变成一套本地系统。前面那个实时语音系统，等会我会完整演示。后面还有一个更好玩的音乐生成能力，歌曲旋律不变，直接换词翻唱，最后过一遍声音转换、设计等扩展功能，以及整合包的下载和使用。先看 TTS， 也就是文本转语音，这里列的模型整合包里自带了 Pocket TTS 和千问3 TTS 0.6B， 它们都支持参考音频，也就意味着可以做声音克隆。基本用法非常简单，选择模型，点击加载，加载完会有提示，然后选一段参考音频，再输入合成文本，点击生成。这种一句话的声音克隆基本上是秒生成。 OpenAI launched GPT-Live, a full duplex voice system for ChatGPT. 不过要注意 Pocket TTS 不支持中文，要生成中文语音可以换成千问3 TTS 0.6B， 它的参数虽然不大，但合成效果相当不错。全双工语音系统，支持实时打断、联网搜索和视觉理解。这两款模型显存占用都很小，非常适合低配显卡以及没有独显的机器。刚上手，合成设置里的参数都可以不用管，保持默认。先把模型跑起来，听一下基础效果，熟悉之后再去调温度、采样这些参数。列表里还有2个模型比较有特点，一个是 Vox CPM2， 它好玩的地方是能生成方言，给一段方言参考音频，我哋每個人都喺度做緊小丑，就可以合成相應的方言語音。錯咗你又唔認，認咗你又唔改。它支持國內大部分方言，還能克隆語氣。想深入了解這個模型的能力，可以翻一下我之前專門做的 Vox CPM 那期視頻。另一個有特點的是 Vibe Voice， 就是開頭速度對比的那個模型。那段近1萬字的小說，合成期間顯存佔用沒超過7G， 生成出來的音頻我全程聽了一遍，沒有明顯的漏讀和錯讀。忽然山腰里傳來群馬奔馳之聲，蹄聲越來越響。不久四面黃布大旗從山崖邊升起。這裡有個注意點，不管你用哪款模型，參考音頻都不要太長，建議控制在10秒以內，否則會明顯拖慢合成速度。另外還有一個小技巧，如果有些參考音頻你經常用，可以把它們放到 Web UI 下的 Voice 目錄裡，然後把文件名和對應的文本寫到這個文件裡，刷新列表就可以直接選了。臨時上傳的參考音頻，下面對應的文本也不用手動輸入，可以先到 ASR 標籤裡把音頻內容轉寫出來，這就引出了 Audio CPP 第2個核心能力 ASR 語音轉文字。我個人常用的模型是千問3 ASR， 等會要演示的實時語音，我的聲音轉文本用的就是它，中英文都支持，速度也很快。這段音頻2分多鐘，轉錄只用了21秒。如果轉錄的是多人對話，要勾選對話模式，
转出来的就是这种带说话人序列的文本。不过对话模式有长度限制，目前更适合较短的对话片段，单人语音转写没有长度限制。歌词也能识别，等下做 AI 翻唱要拿原曲歌词，就可以先到这里做一遍初步识别，再手动校对。有了 TTS 和 ASR， 现在我们可以把它们拼起来用，这是我认为 Audio CPP 最有价值的地方，本地实时语音系统。我正在测试一个实时语音系统。好的，我正在实时语音系统里和你对话。如果你想测试它的稳定性、延迟或其他功能，请随时提问或下达指令。它的语音识别和合成都是跑在本地的。明白了，本地运行意味着响应速度更快，同时数据也更安全。这是一个很注重隐私和效率的设计思路。但是大语言模型是云端，你觉得这个架构是否合理？这个架构是合理的。从我说完话到他开始回答，中间大概1秒。如果是英文对话，这个延时会更低。What can you do for me? I can answer questions, summarize information. 整个流程就是麦克风输入 ASR 转文本，大语言模型生成回答 TTS 再把它朗读出来，这就是一个本地语音交互系统的基本形态。设置里，大语言模型这一步是活的，本地化的是语音这一层。你可以接本地 Ollama 跑到语言模型，也可以接自己订阅的 API。 Audio CPP 负责的是音频这一层，听和说，所以我说它不是一个声音克隆玩具，而是消费级显卡上的本地 AI 语音底座，而且它用的是 OpenAI 兼容接口。你本地的其他应用只要支持这种接口形式，就能直接调用服务。就像设置里这样写， TTS 的地址模型名称， ASR 的地址模型名称，朗读的声音也可以自定义。比如我在这个 OpenMagic AI 应用里直接调用 Audio CPP 的 TTS 服务，填写 URL 还有模型名称。由于这个应用没法填参考音频，所以我后台单独起一个 Audio CPP 服务，启动时带上参考音频。回到 OpenMagic 测试，你好，这是一段测试语音，能正确返回语音，这样就接好了。这就是一个完全免费的本地 TTS 服务。如果你在做本地 Agent， 或者想给自己的应用加上语音输入输出， Audio CPP 提供的接口就非常有用。接下来我们看音乐生成，这部分也是我觉得 Audio CPP 很强的地方。它不只是把 TTS 和 ASR 放到一起，连音乐生成、换词翻唱这些原本比较重的模型也开始接近同一个底座里。这个 ACE Step 我之前介绍过，当时我在本地8G 显存上跑不动翻唱，最后是在 Club 上演示的，现在用 Audio CPP 本地就能跑起来。吃瓜保守吗？你是故意找茬？我开水果摊的能卖你生瓜。翻唱可以按下面步骤操作，先上传要翻唱的歌曲，然后点分析，这个过程要等几十秒到几分钟，具体看歌曲长度。分析完成后，合成翻唱的时长改成-1，点开高级参数，操作类型选 Remix， 歌曲风格、曲谱信息分析完以后就会自动填好，不用动。你只需要填上原曲歌词，提示词直接复制上面的原曲描述，最后填上你的翻唱歌词。可以看一下显存占用，虽然看上去超过8G， 但不会爆显存，最后能顺利跑完。换词翻唱的随机性比较大，需要多试几次。如果音质不好，可以适当增加生成步数，要是新词唱不准或者唱不出来，可以调这个 Flow Edit 参数，从 0.7 到 0.9 去尝试。如果你只想生成背景音乐，我推荐用 Stable Audio， 比 ACE Step 更稳。声音转换相当于音色迁移，保持说话内容不变，语气不变，只把音色换掉。马匪任何时候都要缴，不缴不行。马匪任何时候都要缴，不缴不行。歌声转换也是类似逻辑，但我实测，如果你追求最终质量，我更推荐之前那套 RVC 流程。做歌声转换之前，最好先做人声分离，音频分离标签下就有相应的模型。再往下是音频分析这一组，它们都是工具类模型，比如这个是实时语音检测，下面这个是多人对话识别，最后一个是声音设计，这个挺有意思，它其实类似声音克隆，只是不需要参考音频，你直接用文字描述一个声音，比如磁性的中年男生，语速偏慢，播音腔，模型就会按描述生成。8000里路，云和月，白了少年头，空悲切。这个功能做临时配音比较好用。最后说一下整合包
Audio CPP 本身是个 C++ 项目，官方目前主要靠命令行来使用，对有经验的朋友来说问题不大，但对没技术基础的这一步确实比较劝退，所以我做了带界面的整合包，解压就能用，支持16至50系列的 N 卡。目前 A 卡以及没有读显的机器会自动走 CPU 模式，速度会慢一些，但跑几个轻量模型没问题。整合包里 Run Web UI 是启动网页界面，想用哪个模型，界面里就能直接下载。想体验实时语音，先在 Web UI 里加载模型，再启动这个 ASR 服务，最后运行 Run Real Time。配置里把接入的大模型改一下，如果你也用 DeepSeek API Key 换成自己的就可以了。这一整套源代码我已经开源了，这是 GitHub 地址。使用中如果遇到问题或者希望增加功能，可以在评论区告诉我，我会收集整理，定期更新版本。总结一下， Audio CPP 最大的意义不是又多了一个声音克隆工具，而是本地语音模型开始变成一套统一的系统。大语言模型有 Llama CPP， 图片视频生成有 ConvUI， 语音模型现在也开始有了自己的本地运行中心。对于普通用户来说，使用门槛更低了，对开发者来说，本地语音服务接入更容易，这也是我这期最想讲清楚的地方。本期视频用到的所有链接我都放在评论区置顶。这里是 AI 探索与发现，感谢观看，下期见。